啊。这个小片里说你认识他很多年了。对，这很多年是多少年？我们俩在初中的时候是同学。哦，初中同学。对，一直就是在暗恋他。我天哪，那确实是有很多年了哈。对对对。这正式成为男女朋友有多少年啊？1年半。怎么成为你的女朋友的呢？因为他当时是在读大学的时候他读的是这个空乘的专业然后他那时候搞了一个对象，然后后来因为点原因分手了。然后他那阵儿就变得特别人，整个变得就是感觉掉进冰窟窿里一样啊。然后后来他有一次不小心打水的时候，把自己手给烫伤了，现在还有疤，就一直没下去。然后后来我知道，那你就做不了空乘了是吧？对。然后后来我知道他这个消息之后，我就去照顾他，每天给他送饭。然后他有时候不开心的时候，经常带他出去玩，旅游散散心。等于是把他从冰窟里捞起来的人，是吧？是吧？情感也受挫，然后未来可能也受挫了，是这意思吧？对。喜欢他吗？当初？当初还是觉得挺暖的。当初一开始就是被他感动了，然后就对他产生一些好感然后就在一起了。现在觉得他幼稚是吧？反正在无论工作还是生活方面都有很多不合拍的地方，就是比如说呢？先说这个工作方面吧。我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他是干美发的，就是经常3天打鱼2天晒网。因为跟店长他关系好，他也没被开除，但是就工资特别少。我觉得这份职业没有什么发展。偶然有一次陪朋友去看房的时候，发现那些售楼的那些销售，他们也是年纪轻轻，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2、3年时间就挣出了一套房子的钱。我就想让他也去试这个。他去了以后，天天说自己融入不到工作中，业绩也不好。他当时不是让我去，他是逼着我去。他当时跟我说，只要我不辞工作，不去干那个，他就跟我分手。我是纯属于被逼无奈。那我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做，那我就辞职，然后我就去做了他那。结果做一段时间之后，感觉特别不开心，融入不到工作当中去因为本身我也不适合这个工作，我就喜欢随心一点的生活。我有一个爱好是摄影然后就去影楼做了摄影师因为我感觉他让我辞职，就是觉得我这个行业太低端了。我并不是觉得他这个行业低端，我就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发展，剪头发剪一辈子也就是那样，没有什么上升的空间。有人剪头剪一辈子剪得好厉害然后后来我就去做了摄影，他还是不满意然后又让我去做别的那现在做什么呀？还是摄影。这次怎么没为他换一下？他那会儿让我去做一个银行，就是信用卡推销，做一个业务员然后想让我在一个正规体系里上班，慢慢往上爬，然后以后有一个好发展因为我不喜欢朝9晚5上班，不喜欢3点一线，我不喜欢把自己定格在一个框子里边我喜欢就是活得自由一点。明白了。对，所以女生觉得男生在事业线上面差点意思至少跟你想的不一样就是对吧？不求上进，感觉他有不求上进还有什么不合拍的呢？还有在生活和兴趣爱好方面。生活兴趣爱好哪些兴趣爱好？我感觉他这人就有点太俗了，就有点太接地气过头了，有一些。不是挺好吗？就是比如说没啥事就在网上看那些直播什么的，然后带他去看电影，稍微看需要用一点脑子，稍微有那么一点需要去琢磨的东西，他进去不出半小时就睡着，我就感觉特别无语。不，这是偶尔累了睡着，还是说你发现了4次都睡着？不爱看那些片子？对，我不喜欢那些特别烧脑的片儿我感觉看起来特别累。我感觉看电影有烧脑吗？我感觉看电影就是放松一下休息一下然后愉悦一下身心他睡过的片子都有哪些？印象最深的是《大话西游》，看的是个喜剧，但是它是一个感情剧吧，就算是。行，《大话西游》睡过，那个时候能睡着那应该是你的挚爱片是吧？算是吧。行，这个看烧脑的电影睡觉，还有呢？还有就是他不愿意去看书，我给他弄2本书，想让他也学习一下，充实一下自己。你给他弄2本什么书？我先听听。就类似于名人传记的那种然后他拿着那书，他翻了2、3页就扔了，但是又再也没动过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成年人那种情侣在街上公共场合就是搂搂抱抱拉拉扯扯这件事就很不雅，但是他就喜欢这样做我觉得这样做没什么不好，我感觉正常情侣之间不论是在什么场合什么场所，就是勾肩搭背或者拉个手怎么样，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合理合法。倒是正常对，好几次就是我就突然之间就特别想亲他一下然后我就亲了然后每次之后他回敬我都是一个耳光
这是有特定环境的，是吧？是公开场所。对对，公开场所，不是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你亲他给你耳光。对，就是在公开场所。那另论了啊。女生不是就不接受这个，那你尊重她就别亲了呗。是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就因为情侣嘛，男女朋友嘛，对吧？没什么拉不下脸的。还有什么你不合拍啊？还有他特别幼稚，就之前一段时间，他跟我说他和父母吵架，然后被轰出了家，想和我合租，然后对作为女朋友我也说不了什么，然后就让他来吧。来了之后一开始我想是他父母撤销了，过几天他自己就回去了，但是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儿。我天天上班，他就跟个保姆一样，天天给我在家收拾屋子，然后把我那些锅碗瓢盆全都给我换成新的了。我刚买没几天然后我就感觉这要在这过日子这个节奏啊。我就问他，一开始还不说，然后我就生气，就逼问他2回，他告诉我，他和父母说的是要拿3万块钱和朋友一起到北京去创业，然后我就特别生气，他不但骗我，他连父母都骗。后来我爸妈也知道，我跟他们解释了，他们也支持我这样做，因为我爱他，我用我的方式去爱他，我感觉除了我之外，这世界上没有第2个男人比我更爱他了，我什么都愿意为他做不管是就付出我的什么也好，我愿意为他这么做，我所有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他，我心里只有他一个人，我就是想照顾他。我明白，但是你做的这一切，女生看来其实就是幼稚嘛。而且他一个男的，就是天天不想着工作，就想着怎么收拾屋子做饭，就每天脑子里只有这些，就因为特别没志气也没有出息的一件事。挺好嘛，收拾好屋子做好饭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啊，不是所有的人都那样。我想的生活方式就是一回家老婆孩子热炕头那种对，我就喜欢那样。那你应该找一个那样的姑娘啊。我就是喜欢她你又喜欢她，我就是喜欢她，我想用我的方式改造她，来打动她，让她慢慢融入到我的生活。你现在是活动策划对吧？对工作当中有人追求你吗？这也是一件事儿。这件事儿我们俩吵得特别凶就算是我们分手的一个导火索吧我们公司一个主管他追求我，他能力挺强，人挺优秀的，因为我有男朋友我就拒绝他但是他也没放弃，我就感觉同事关系就别那么尴尬，我就也没跟他撕破脸。他吧要开车下班送我回家，我就让我男朋友来接我。他那不是叫我去接他，他是叫我隔了2个路口在那遥遥相望，让我看着他的同事要送他回家。啥意思？就是正常的男女朋友，我去接你下班，我是在你公司门口等你的他却让我在对面的路口在那儿等着他，然后他在下班之后再过去找我而且有一次他不仅是像他说那样，他不光是让我在那儿等，有一次他真的上车了，他真的跟那个男的走了。这件事我让他的离着远灯，他根本就不想他自己的问题。我们上班穿都是职业装，都是正装，他每天就不修边幅邋里邋遢，就看着就跟街边那些小混混一样。我觉得我穿着就是我就是这人，我就是穿的比较休闲一点。他这个平时什么样倒是无所谓，但是如果他这个形象被那个追求我的人看到了，就知道他的竞争对手是这么一个形象，那他不就是更有信心，更会去你是这么想的嗨上他车那件事就是我就是想激励他一下，就是想激励他什么呀？就是让他知道，如果他再不努力，我可能就是真的跟别人走了而且也是想让他知道，那个人就是比他大不了几岁，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到自己的价值，然后就想让他也努力一下，有那个打败对手那个心。我觉得吧，就是我现在还小，我就想就是先玩几年，以后然后再挣钱，然后再考虑别的事儿。刚才女生说这是一个分手的导火索，那现在分手了吗？还是想分手啊？我已经跟他提出分手，很明确的，而且我不想留在我们家那个小地方想到大城市发展一下。河北是吧？对。想去哪儿啊？我已经给上海的公司投了一些简历，想去那边发展一下。然后这段感情我觉得再这么继续下去只是互相拖累，就和他提出分手了，但是他一直不同意，一直在纠缠我。因为我觉得我付出了很多，我不光是付出了我的感情，我把我整个身心都给了他，就是我所有的生活几乎是围绕他转的就我的工作包括什么，为什么我上班就是挣钱少，就因为我总请假，我想照顾他，他一有点这个事儿，我立马我就想去安慰他一下所以你不肯分手呗？对对对，因为我还是爱他的，我在乎他。是，但是他不爱你啊。我觉得我们俩之间是有感情的。我并不是不爱他不是不爱他那就别分手啊。但是这样下去真的就对双方都是一种拖累，都是一种负担。他想让我去适应他那个节奏，但是我又想出去打拼，所以你不要这个爱了是吧？男生是不愿意放手，跟他去上海啊。
考虑过。去吗？如果他要是我们俩不分手的话，我绝对会跟他去。他到哪我到哪。要分手的话呢？分手的话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他真的想放下这段感情了，真的不想跟我在一起了，那我明白。男生说的重点是，虽然我割舍不了，但是如果你真的想放下，我也不会纠缠你，是吧？对。应该怎么办？老师们给分析一下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女生挺逗的哈，你还搞竞争机制，就是他俩比一下，看谁的那个条件更优秀，然后不优秀的那个刺激他一下。其实这种是我在感情当中最不喜欢的一种，就好像你拿一个深爱你的男人，然后去当成了一个就是游戏的一枚棋子，然后我摆布你，让你看到你面前有什么样竞争的对手，这样的方式不可取。以后就算再下一段感情，尽量不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刺激一个深爱你的人。送给你们俩一句话：爱你的人就怕给你的不够多，不爱你的人就怕你要的太多。这句话对你们两个人都受用，想想你们是属于哪一方的。还有我想跟男生说的是什么呢？你明白有两种感情，他们两个之间的差别是什么？一种是被感动而产生的感情，一种是因爱而生的感情。你知道这两种感情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吗？知道。他们都是感情。知道。我对他就是爱，他对我就是感动。那你知道这两种感情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吗？不知道。因感动而生的感情长久不了，因为你是在他人生最失意的时候出现，你被他视为是拯救他的人。当他走过人生的低谷期，清醒了，振作了之后，他会重新审视自己的身边的人和事，他会清清楚楚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爱什么不爱什么。所以陪他走过了低谷期之后，他现在振作起来了，他重新明白自己人生的方向了。而你不是他人生规划里边的那一路上的人，你对他的感情一直都是仰视的，你说什么我做什么，你让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你让我往东我不往西。这个人他能够给你同样的回馈，或者说相对等的爱，你的付出才值得。如果他根本不爱你，或者说他已经清醒意识到自己的未来里面没有你的这样的一个人，会很累，而且也没有结果，最后就变成你死缠烂打，满身是伤。女生就是谢谢他曾经为你的付出，然后清清楚楚地告诉他，我现在不爱你，不要再说有爱。因为像这样的死心塌地爱你的人，他们只要知道还有一线希望，他们就永远不会放手。那这样最后终受伤的最深的就是他。所以更果断一些的告诉他，你要的是什么，爱或者不爱，好吗？谢谢。女孩，你觉得累不累？这段感情吗？是累的。因为改造一个人何等的难啊！他一直暗恋你的事儿，你知道吗？不知道。他提出要追求我的时候，那会儿我才知道。可见，如果那会儿恰恰他不知道你失恋了，可能他就是你生命当中的一个同学。也就是说，没有那件事儿的话，你的目光所及根本没有他。可以这么说。你看看他现在穿的衣服，是你自己的还是编导给你准备的？自己的。你的衣服是你自己选的还是栏目组给你准备的？我自己的。你觉得自己穿这样的衣服很好，很有自信，对不对？同样，他也是，他也觉得穿这样的衣服很舒服，很自在。请问你们相处了1年多，你改造他了吗？没有改造什么。以分手为要挟换工作，你是希望他好，但他真不自在。他最终还是为了自由做了摄影师。你应该是喜欢摄影。对对对，我的爱好。每个人都有自己想做的事情。你想让他看书，他就能看吗？你给他书看，他一样就敷衍一下，没有看进去，从中得不到乐趣。你想看的电影他不喜欢，因为他觉得电影是分享，是享受。你让他去学习去提高吗？不，难受。
你要把一个完全不懂你的人，或者知道你想要但根本无法做到的人，去改造成你想要的那样的人，可能吗？不可能。你很累，他同样也很累。这么喜欢你，这么爱你，然后付出这么多，却不是你想要的。所以两个人在一起多累啊。爱情是找到一个在一起很舒服很自在的，有吗？至少他没有。千万不要跟他去上海啊，去上海一样，关键的问题原则问题没有改变，到哪儿都一样，反而你觉得我为这份爱又付出了一些，更沉重了，更累了。千万不要去改造一个人，因为那是一种绑架，不会幸福的。就这样。如果没有种种的不如意，这个男生大概是不会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是吧？是这样。其实有的时候你去回顾一下你形容这个男生的一些词语，大概可以看得出你对于这段爱情的态度。你说他穿得像小痞子，让他站在2条街外等待你，是为了激励他。这个男生在你的心目当中是一个拿不出手的男朋友。女生是有些骄傲的，反正我觉得有些事情吧，摆在桌面上很清楚。如果真看不上，也不要拖着，何苦让自己难受呢？既然生活品味也不一样，你认为你的品味是有品味，他的品味是没品味，那你又何必在一起呢？当然这是你的选择，但我有一句忠告，就有的时候啊，一个人的品味或者是生活品质的高低，有的时候并不在于物质拥有的多少，住的好不好，吃的好不好。等你真正哪一天你真的拥有了你自己所认为的那种品味和生活品质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可能变了味儿。爱情生活当中一定要求平等和尊重。你找一个跟你过日子的寻常女人吧，找一个你所认为的老婆孩子热炕头，能够温暖你，在乎你付出的女生，能够跟你一起在电影院看着看着就睡觉的女生，能够跟你一起吃路边摊的女生，能够一起跟你穿着像你现在这种随意的样子的女生，每天在菜市场转一转，做几个菜，那种寻常日子不正是你想要的？踮着脚尖爱一个人不现实，好吗？就这个。今天倒挺好的，大家把话说开了。感谢生活给了你们曾经的同学的缘分，感谢生活给了你们1年多的时间让你们变成恋人，同时也感谢生活给了你们2个人不同的对生活的要求。你就拥抱自己的生活就好了，抱别人的生活那抱不过来的，累也累死了。其实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最重要啊！祝女生这个上海好运啊！男生，找一个会做菜的女人，2个人切磋一下做菜，说不定做菜也做出个什么大事业来呢？这谁知道呢？对不对？好了，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60秒。刚才涂磊老师说了，让我再去找一个愿意跟我一块过日子、一块做菜的人，但是我想找的话，那个人他已经不是你了，你在我心里就是我想要的，我只想要你，我只想和你在一起，我只想用我的方式去爱你，别走好吗？你确实很好，你对我那些好我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但是通过在一起这些矛盾和纠缠，把我那个一开始对你的那个心也可能磨得有一些面目全非了。但是我对你也是有一些感情，所以这件事我想考虑一下，就给我时间让我考虑一下吧。我还爱你，别走。谢谢2位，请回。请关门吧。请关门。医生说要考虑吗？看看他的考虑结果是什么，请开门。
你不爱我，是我舍不得，是我不配为你在。可能我们俩是有缘，但是没有份吧。既然他选择了这样，那我尊重他的选择。好，谢谢，我们谢谢这个小伙子最后成熟的这段话，谢谢他。